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是蒋小姐也没有做错啊。难道你真想死在那个女人枪下？想，我欠他的。行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刘天章亲眼看见你走进审讯室，你怎么向他解释那个守卫的死？就算是我杀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吧？死了那么多人，基地被夷为平地，我们被居间耍得团团转。活着，对你我而言，都是耻辱。屁话！行动组组长是我，杀身成仁还轮不到你。损失有多严重？还好，设备都提前送上车了。汉斯是轻伤，已经被张主任送到重庆去了。否则我早就自裁了，也就没机会生拉硬拽的把你推上车了。知道为什么我要保你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我的半个脑袋已经没了。来接替我的人，我相信很快就会到。我只希望他能够像我们之间一样，这么有默契。你不觉得可疑吗？有什么可疑？你明明救了他，可是他看着你，眼睛都要瞪出血来了。我觉得他杀了你的心都有。杀了我，岂不正合你意吗？你胡说！对，我是胡说，没有死的人才有胡说的权利。活着真好。可是我觉得他问的也有道理。枪都被没收了。云给的，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。天意？对，当时我就告诉他，给我这支枪，不要后悔。他也说不后悔。那你急着安排沈兰的后事，后悔了吗？我不想听到这个女人的名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不提不提。反正这个女人也消失了，跟着基地一起消失。这一次啊，下了你在，可是现在她自己都自身难保。对了，能不能带我去见蒋主任？这个时候着急见我叔叔，你不会是想接管4科吧？就算我不想，大把的人想啊，那我为什么不能想？还有别的理由吗？当然有了，我要告诉蒋主任，如果重用像武仲明这样的贡献分子，只会毁了党国的基业。所以最后接管4科的，就算不是我，也不能是他武仲明。很遗憾，我也不知道我。知道了，也不会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今天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和毁灭。如果秦英也是这样危在旦夕，那么拯救他的人绝对不是你刘天章。这也是我今天枪下救人的原因。蒋小姐，你小看了。我不是小看你，只是觉得应该人尽其用。武仲明即便真的是贡献，那也应该用完再弃。所谓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，意义正在于此。你要连这个都参不透，那只能一辈子当你的少校主任了。
你们几个立刻去接管机钥匙。是。只知道电话是打给葛仇之的，然后他的手下就闯了进来，把机钥匙给接管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眼看着科长逝世，才敢如此猖狂。科长现在怎么样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科长会被撤职吗？会被法办吗？丁国，科长要是被撤职，会是谁来当咱们的头？不会是武周明吧？他这个时候往武汉打电话。丁国，闭嘴吧！你俩跟两只乌鸦一样嘎嘎的，烦不烦？科长不在怎么了？当死磕没人了？当死磕不存在了？拖出去，跟他们黄片！去把电话线给我掐了。是。科长，科长，科长，我还没死呢。白小姐，奶妈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好像听见这个房间里有蛐蛐叫。蛐蛐叫？那要不你进去听？这是什么？我有个建议，让武仲明接替我做行动组组长吧。这个行动组组长，他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是有证据的呀。所以行动组组长不能任命武仲明。我知道了。宋妈，宋妈，
蒋公馆出事了。科长，死的是公馆的老佣人，我已经封锁消息了，法医正在往这儿赶。接石印山和他的法医过来，他们已经有经验了。找错。走，我们进去。瑞安，瑞安，杨主任，请你马上去行营。现在不行，去吧，是要任命你当行动组组长。这个时候，当然，这个当口你还希望别人来领导我们吗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拦住他！蒋小姐，蒋小姐，蒋小姐，从现在开始，蒋公馆不许任何人出入，包括蒋主任和蒋夫人。放心。我证明，蒋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跟你了解一下你。先别管他了，公馆出事了。奶妈服毒暴毙了，怀疑是日特。不可能！蒋小姐，我要见他！不是我的命令啊！放开我！我证明我爱你，我证明！蒋小姐，你没发现吗？他也在恨你啊！两个人之间永远隔着一个叫沈南的幽灵。升你为行动组组长，接替徐一军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。公馆发生凶案，我要马上回去。叫你过来，是想嘱咐你，无论查出什么，我希望第一个知道的人，是我这个行营主任。明白。从现在起，公馆封闭，死讯不得外传。宪兵队负责外部警惕。公馆内的看守和清查由4科全权负责，要确保公馆里的每一个人不能再出任何意外。是。向左转，向后走。这交给我了，你进去吧。石英山在里面。辛苦。大哥，执行命令。先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是。死者服用的是河豚毒，跟哑巴和看守服用的剂量基本差不多。尸体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昨天夜里10点到11点。这个奶妈死的时候应该非常痛苦，和之前2个日本特务的死法完全不一样。另外，还发现了一台德国的发报机，指纹已经对比过了，就是他的。我已经听过了，他窃听的对象是刘天章。你确定？当然确定。刚才他和他手下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山失望的时候，你在知情，但是我没有说出去。我当时就想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谢谢主任。我以前一直有一个错觉，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，谁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现在看来，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这是战时，任何涉及到日本人的事情都不能幸免。徐一觉就是一个例子。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，武仲明得意不了多久了，东统势必崛起。我本来以为你想袒护的只是徐一觉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袒护的竟然是刘天章。你知不知道，刘天章好几回都要置你于死。纸屑，这纸屑从哪里来的？这是什么？年画，咱们西北的老百姓，家家户户都贴这个。八仙过海。如果死者真的很痛苦，应该撕下整幅画才对。为什么只撕其一？他是谁？好，太好了，侦破了局剑，大快人心呐！走，今天找大家来，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把酒倒上，不醉不归。小姐，是这条裙子吗？小姐，今天你就穿这件吧。苏妈，你拿错了。错了，这不是你最爱穿的西洋裙子吗？你穿这个最好看了，你看多漂亮！我说错了，拿错了。干杯！牡丹，来给大家唱个戏助助兴，啊！施队长，那折子戏叫什么来着？韦主任，叫吕洞宾，三戏白牡丹。对，就是这一出。
他是谁？吕洞宾。吕洞宾有什么说法？吕洞宾能有什么说法？就是一民间的神话故事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出折子戏？吕洞宾三戏白牡丹。这出戏，牡丹没学过。哟，名震北平的名角儿，居然也有不会唱的戏呀！那就还唱你的拿手好戏呗，《凤还巢》。唱这个得半晌。主人，牡丹发过誓，铲除日寇，封疆明志，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，光复国土，是吗？请问，这位长官是谁？破反专员武仲明。既然长官知道我的志向，又何必为难于我？蒋主任都发话了，怎么叫为难？小周，到。把白小姐的箱子拿出来。这。快，半晌，把箱子打开。各位，真的想听我唱吗？别动！徐介小姐，你认为枪里会有子弹吗？混账！给混账上鸿门宴，你打的是自己的脸。人交给你们了。走。
不知道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想干什么？找到了，就这儿。冉冉的事情我只提过一次，是跟蒋小姐。我想蒋小姐肯定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吧？如果涉及到宝珍，不用姑息。主任您放心，这件事情和蒋小姐绝对没有关系，因为蒋小姐是最先怀疑白牡丹的人，并且把怀疑告诉我。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人，那就是白牡丹，因为我觉得她的眼睛背后永远藏着另外一双眼睛。还有，宋妈被害绝对不是意外。蒋小姐曾经把怀疑告诉过她，让她帮忙监视白牡丹，所以很有可能宋妈发现白牡丹在发报，被灭口并嫁祸。好，好，就按照这个方向查，一定要让白牡丹开口。是。都是符合吞毒素身亡，而且死亡时间相同，都是清晨60到70之间。南货店、监狱相隔5里，他们竟然同时死亡。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一定是事先约定好的。这种镜头真是恐怖啊！是蒋小姐来了，拦住他，别让他进来。已经走了，他来送这尸体的冰块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蒋小姐也没有做错。难道你真想死在那个女人手里？
徐剑，是一把剑吗？拿货店老板伙计，我不认得。为什么私藏武器？这个我可以告诉你，很简单，我是特工，我是18集团军派到西安的高级情报人员。你说你是中共？对，我是中共的地下人。知道宣霞副将军吗？他是我的上级，我是受他的命令潜伏蒋公馆，秘密监视刑营主任蒋静。你准备怎么做呀？审讯既然涉及到中共，我会上报军委会，让8办的人也加入审讯。不用那么复杂吧？南货店的老板和伙计都自杀了，没有人能证明白牡丹的身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说他是谁，他就是谁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本来宣案绑匪的主要嫌疑人就是日特。为了让我们早日解脱，眼下不正是绝佳的机会吗？不行，破反专署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啊？不就是为了给各方一个满意的答复吗？为了不影响2党共同抗日，为了大家能同仇敌忾，还有什么答案比是日特所为更完美呢？我说了，不行。仲明，我看刘天章没说错，你就是个共产党。徐雪，我鄙视你！我知道了。你站着不走，还想说什么吗？主任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西安，行营4科绝不能交到武仲明手里。我发现他跟中共走的实在太近了，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。他自己已经提出不想再接触中共，这次负责和8办联系的另有人选。是你？对，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，女性都更适合外交。况且我一直都是破反专属的成员。回答我2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什么带我去骊山？第二，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会回答你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况且我去8办，听的也不是你的命令，所以请你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。本小姐不吃这一套。蒋小姐，你说过会远离我，你也说过你已经对我不感兴趣了。现在，我也想对你说同样的话。放心，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。我要去的地方，你做梦都想不到。蒋宝珍小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云将军好，请坐。
云将军记忆力真好，我还以为我换了这身衣服你会认不出来我呢。我们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我对你的印象很深啊。你说过喜欢听我们延安的歌，所以我差点参加第18集团军啊。我是举双手欢迎啊。不过蒋小姐穿这身制服，那就恐怕很难实现了。我现在在行营破反专属，我代表武专员向您汇报一个情况。请讲。我们抓获了一个潜伏的特工，他2个月前来到西安，当时是京剧名角，艺名叫白牡丹。您听说过这个人吗？没有听说过。可他说他是第18集团军派去的。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抓的？蒋静文主任公馆。宋妈，她死了吗？啊，那真是可惜。死因中了河豚毒素。另外，在他的房间发现了这部电台，还有窃听接收器。这倒是挺有意思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蒋公馆有一个跟我身份类似的潜伏者。这部电台2个多月前就已经和古夫盐田2部保持联络。我们的电台定位仪定位过他的位置，所以他的第1套密码被我们成功截获。因此还得知长安大戏院要刺杀蒋主任的计划和行动。长安大戏院倒是跟我有些联系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曾经上过台，还疏散过观众。对，就是那一天，你主动撞上了蒋主任的车，被送往陆军总医院治疗。也就是在那一天，你认识了中统刘天章主任，也认识了你。不过你长相平常，我没记住。宋妈死的前1个小时，蒋公馆附近，我们截获了电台信号。电文如下：基地摧毁，设备转移，电台月内静默。这是这部电台第2套密码，也被我们成功解开。这部电台还使用过第3套密码，密码存于中统的档案室。在解开的同时，敌人的飞机就在西安的上空，准确找到了轰炸的位置。一部电台3套密码，如果是由同一个人发出的，我非常佩服这个发报人，而且我确信，能在3套密码中熟练转换的人，绝对不会是一位近60岁的中国老太太。在给我讲故事吗？故事还没有讲完呢。4年前，我认识了一个女人，当时她叫吴伟华，我们有共同的留日背景，还有关于那个国家很多的回忆。我曾经以为我们是互相爱慕的，就像你吸引了蒋主任，他也成功吸引了我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女人，在我面前服下了河豚毒素。当时，他留下了这个密码本，我就是靠着这个密码本，破解了你的北纬39度45分，东经108度56分。怎么，故事的主角变成我了吗？河豚毒素用量恰到好处的话，死前会出现美好的幻觉，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死亡方式，所以被日本特工定义为自杀首款毒药。你给宋妈服的就是这款毒药的升级版。宋妈死前非常痛苦，但是头脑非常清醒，从年画上抠下了3系白牡丹的吕洞宾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很后悔？当年的吴伟华，他不是自杀，他是想向我下毒，自己不服。这就是菊剑一代的死因，你也是第一次听说吧？对，
我是亲手杀的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和菊剑就成了死敌。所以，在你的电报里，2次出现了我的名字。听上去更像在玄道，可我听到的是你杀了一个女人，而且还是你爱的女人。我们在互相残杀的时候，她就不是一个女人，她就是一部杀人机器，和你一样，是古夫盐田二制造出来的间谍机器。我说的对吗，白牡丹小姐？哦，你可能不叫白牡丹，你和她一样，她不叫武卫华，叫樱田。请问，你的真实姓名又叫什么？不出名，你再这样瞪着我，我会以为你爱上了我，而且你也太抬举我了。我想，我多少能够理解你被日本人围得团团转的窘境，可是你诬赖不了我，我根本不是什么菊花宝剑、日本间谍，我只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人员。你可以一直这么否认下去，你这样顽固抵抗的行为只会加重你的刑罚。我进到这里面来，就没想着活着出去。看来你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些你永远不会知道的死亡细节。你们派到17军团的王丽，她猝死的时候留下了遗言，遗言是：道口と一緒に戦争地の桜見に行こう。潜伏在长安大戏院2年之久的哑巴更夫，他的遗言是：やっと我家的。你是否也想知道樱田的遗言？他说，他真的爱过我，问我是否爱过他。好了，白牡丹小姐，你的遗言讲好了吗？吴仲明，其实特工不是机器，都是活生生的人。我尤其同情像你和樱田这样优秀的女人，你们本来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，为什么非要来中国，参与一场非人道的战争侵略，享受非人道的死亡过程呢？你说这些对我完全没有用，因为我就是中国人。当汉奸更不可以原谅。你为什么要替日本人做事呢？我怎么会是汉奸呢？我是18集团军的人，我监视蒋介文获取情报，这是中国人的战争，是内战、暗战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现在，我给你介绍另外一位厨师，他就是第18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云处长。白牡丹出身贫苦，自幼被卖到戏班，18岁在天津唱响，20岁到了北京，是个小有名气的京剧艺人。你是什么时候加入18集团军的七七事变以后，我加入了北平地下组织，发展我的人叫卢望生，他是北平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。好，全座你是我们发展的地下城。那你来西安的目的是什么？谁是你的领导人？我说过，宣霞副将军是我的直接上级，我的任务是监视和调查蒋庆文，获取最高层机密。宣霞副失踪以后，
我跟党失去了联系，已经很久没有得到直接指示了。撒谎！宣夏父同志和18集团军从来没有领导过这样的行动。你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只是8班的一个处长，我的情况你未必了解，你又凭什么说我是在撒谎呢？我当然清楚，因为你不是我们的同志白牡丹，你的艺名小来凤。你以为你改头换面变成了白牡丹，就没有人能揭示你真实的身份了吗？我们已经查过，你在北平跟在白牡丹身边整整潜伏了2年，同吃同住，情同姐妹，甚至她在你的影响下加入了爱国青年的地下组织，直到你们投奔延安的途中，你下毒灭口，摇身一变变成了白牡丹。无凭无据，血口喷人。其实识别你很简单，让你开口唱，就知道真假。你算得很准，在长安大戏院爆炸后，会让所有人都堵住嘴。你封箱不唱的爱国之曲，也会暂时让你蒙混过关。你在蒋公馆不停听白牡丹的唱片，不停的练习，就是怕有一天会让你开口唱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有一个人，你始终过不了他这一关。不，你没想到，真正的白牡丹还活着呢。你虽然技艺超群，但是药理学的不精。你在给他下毒的时候，用量不足，再加上他在山西遇到了一位名医，所以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你可以把他毒哑、毒瞎，但是他还是能够摸出你的样子。拙劣的李坚奇，你以为这能掩盖你日本间谍的身份了吗？你以为这样能够破坏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的基础吗？你的算盘打错了。吴仲明，你才是共产党！刘天章怀疑你一点都没有错，我现在就确信你是共产党，要不然你不会不利用我的供词。你错了，不利用你供词的人不是我，是西安行营蒋静文主任，是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。对你的审判，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审判。你不要再试图转移视线，这样改变不了你是日本间谍的身份。你就是辜负盐田二的举荐二代。我是。这次要谢谢你们的通力合作呀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产州西安城最大的日特组织，也是宣夏副将军生前所愿。江主任，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查找宣将军的进展情况。据我所知，还是没什么进展。仲明他们也一直在努力，可眼下日特猖獗，破反专属的全部精力，应该用在破坏敌方的策反上吧？我想提醒江主任，破反专属成立的初衷，就是为了查找宣夏副将军。我说过不查吗？我说情势变化要抓住重点。武仲明现在还在兼任行动组长，你说说吧，
是查潜伏在西安的日本特务重要呢，还是查一个你们失踪的参与重要呢？如果举荐已经告一段落，我希望破反专署继续调查，毕竟武汉和延安再等一个最终的结论。好，我很忙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宝珍，帮我送客。云处长，请。告辞。吴林宇，我4年前就听过你的名字。我知道，你用卑劣的手段杀害了殷田。你和菊剑打交道，也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吧？你看着一只只菊剑在你面前折断，很过瘾吧？可惜，能成为2代巨剑的克星，我很荣幸。殷田被你迷惑，他是败给了自己，而我不一样，我是败给了一个宣下府使节。如果没有他的失踪，你一个被废掉的特工不可能复出，也没有可能站在我的面前。你错了，你们的失败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。想在别人的国土上撒野的侵略者，不会有好下场。我们老祖宗说过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良心的内脏，你活不了多久了。我知道，你就快要死了，而且我会一直的诅咒你，直到你比我和殷天死得更悲惨。你等着。好，我等着。地狱见。保证多吃点儿。化名白牡丹的菊剑组织特工金光杰，抓住蒋夫人喜欢京剧的特点，以爱国艺人的身份进入公馆，利用蒋夫人的信任窃取情报，导致我党情报泄露。行营军官蒋宝珍派女佣宋氏对其密查。金光杰在发报时身份暴露，将宋氏残忍杀害。这儿还有一份报告，申请宋妈进忠烈祠，你晋升中尉。这居然是出自武仲明的手笔，真没想到。这个人你是真没看错，他头脑清醒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而且敢于直言进谏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蒋主任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。我跟着您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但是我发现您的身边很容易渗透。您表面看起来很严肃，但是生活中却不拘小节，而且喜欢女人和赌博。在行营盛传
您一夜之间输光了所有的军饷。那个时候的军官们相互效仿，整个西安城捕风非常严重，让总裁无可奈何。还有，日本人在两岸张贴侮辱你的画报。当然，如果是在事变前，这可以叫做明示风雅。但是，进入战事，一切关于不好的传闻，只会让总裁心痛，让抗战人民反感。江主任，我知道忠言逆耳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希望您以此为戒，吸取教训。没想到他还会说这种话。我现在身边缺这样的人。那是您准备重用他了？论功行赏，理所当然。西安破反专署在剿灭局舰行动中功勋卓著，专员武仲明破格晋升上校军衔。任命施应山为西安警察局副局长兼侦缉队长。你小子这么快就升官了，这回不再说我把你往火坑里推了吧？啊？恭喜师队，贺喜师爷啊！你赶紧请开吧。我曾经怀揣着梦，颠沛与漩涡之中，我以为这天地只剩回眸。我也曾追过天空，抱抱雨过。看你这么为难，我也二弟给你出主意。只有我为他动容。可当我向前，都这么大人了，还哭什么鼻子呀？小时候都是你看我哭，现在总算看到你哭了。这我们是千万张顽强面容，面对黑暗岁月的拨弄，也要为我们自己感动。既然能一往恒长，这个我们值得被歌颂。纵然前方的路还朦胧，我们步伐也要走得从容。报告，在我们信奉的途中，和朋友一起去相拥。给你们3天时间，必须给我找到侯老五。师队，你不是说不要再理这个案子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。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，这是敲门砖。况且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案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。您去哪儿？不当副局长了吗？去的地方不影响我当官。关于徐玉珏和刘天章在行动中的责任认定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徐科长虽然有过失，但是功不可没，而刘天章就不一样了。石梦转交中统是导致沈兰事件泄密的根本原因。还有，白牡丹在他办公室放了窃听器，直接导致基地被查。所以我认为，刘天章的责任非常重大。
对刘天章的处置需要上报中统局啊。也由你来拟定报告吧。是。我准备把行营机要室交给破反专署，因为你精通机电，电台归你管呢，我放心啊。主任。哦，还有啊，警察局的施应山请调破反专署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些人事调动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专署不能就你一个光杆司令啊，河署办公呢也是权宜之策，你那里还是需要人手的。如果不是施应山，也得有别人来。我看他很适合啊。好，我会再考虑的。嗯。吴人员，你好。武上校，你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？祝贺你。我也恭喜你，恭喜你咸鱼翻身，在鄙视你，终于学会了投机取巧。现在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在意的。我能活到今天，都是你的功劳。所以，你才把宋妈送进了忠烈祠，还给了我一个中尉。你觉得这样子就能弥补我了吗？失去亲人的痛，你我半个月内都经历了。我觉得我能理解你。你说的亲人，也包括沈兰吗？伤口结痂时，别把它撕开，会疼。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：你打算怎么处置刘天章？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来破反专署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想错了。我不会公报私仇的，我也不会允许你这么做。刘天章想害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不想弄死他。咱们联手，我帮你。石山，我一直觉得你很理智，但我现在发现你很感性，很冲动。我现在很后悔，把石梦的死讯告诉你。我再跟你讲一次，我不会同意你再来破反专署了。你会同意的，因为你说过，你唯一信得过的人只有我。我是不想让你再趟这浑水了。石梦已经死了，还要审案，接下来将是殊死之战。主任，有些人和事儿需要处理一下。这里有2份命令，其中1份是处决令，名单上的嫌犯就地处决。是。这件事情我只交给你，我要声张。照做。我要走了，不想给你们留下隐患。是。喂，刘天章，夏小姐，把手里的事儿放放，出来一趟。就。
心情不好，骑骑马，体会一下风驰电掣的感觉，会轻松很多。我是不是连累蒋小姐了？武仲明还在调查你吗？我还怕调查吗？已经被你跟徐一觉查的底儿掉，不多武仲明一个。蒋小姐的性格真的是乐观积极。我就是太过张扬，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场。可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没有我这样的背景，更没有我这样的运气。你的命运现在也掌握在武仲明手中。想过最坏的打算吗？撤职查办，军事法庭。据我所知，他好像没有给这样的建议。决定权不在他，要我们徐局长和你叔叔说了才算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局是你败。想不想跟我再赌一局？赌什么？赌他升得越高，跌得越狠。要有所行动了。我不会放弃追查的。但凡我有一口气儿在，我就要替党国除害。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你顶多就是国仇家恨一起报。这也包括蒋小姐的仇，不是吗？我是在想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？说真的，我对你已经越来越失望。压我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听说石景山要走了，那以后侦缉队可就是你侯文选的天下了。是啊，那以后可得叫你侯爷了吧？哎，要是刘主任走了啊，中统调查室也就是你的了吧？啊，这话可不是随便讲的。快该你出牌了，快！发财！糊了！哎，怎么又是你糊了？那每次都是我给你点炮。好好玩，晚上好干活。来，这把不算，这把不算，我们重新来啊！啊，不算呀。谁是处长？让你们带我出去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就这么说好了啊。骡子，上哪儿了？没事，小伤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没事叫什么呀？有狱警要杀骡子，但被骡子当场把狱警给弄死了。具体行凶的原因正在调查。你跟杭局说一声，我现在就把他带走。哥，是能练了。就这样走啊，这未免也太便宜他了。
他们，其实这幕后的指使到底是谁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个数。我已经给仲鹏打了，让他们过来接任。不行，我必须带他走。这事儿你得听我的。我已经和罗子生商量好了，让他先回去稳住刘天章，然后再请示调回破防专属，这样名正言顺，也绝了后患。他刘天章现在只会我们赢的，明着不敢把他怎么样。骡子，我现在带你去17军团，留守处待命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！你怎么了，泽源？其实他伤得挺重的。再说了，他有命案在身，就这么放出去，这也不合适吧？不行，我要带他去总医院。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？现在放他出去反而不安全。你相信我，加派人手，确保他的安全。也好。还有，不许让他见中统的人。好，骡子，记住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没有你的命令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大哥，好好休息。受伤了？伤到哪儿了？这儿划了一刀，不打紧。知道是谁干的吗？人当时就被我给弄死了，也没机会问呀。你现在还不能回中统，花瓣那边盯得太紧。这样，你先去户县待一阵子。不，主任，我想回处长那儿去。为什么？我想过了，牢房是你安排的，别人根本进不去。刺客当时穿的是警察局看守的衣服，肯定是石景山的人啊。你想说什么？吴仲明现在越来越怀疑我，所以凶手很可能是他派来的。处长，哎，去，谁把你放出来？出去！哎呀，你少给我来这套啊！不用你给我收拾，放这儿。我先出去了。哎，你反了是吧你啊，骡子！江水面，骡子哥的手艺啊，真不错。是啊，五哥，骡子哥手艺真不错，你快过来啊！来，五哥来点，快过来吧，五哥。好吃，你们就多吃一点啊。五哥，骡子哥说了，他有案子，不方便出去，以后呢，在家就照顾你，顺带着给大家做饭，整内务什么的，我们大家觉得都挺好的，你就把他留下吧。不行，今天必须送他走。骡子，别怪我，在我这儿没前途。
人有8苦，前4苦是自然法则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；后4苦是心性所生，可以隐忍，却难以断离舍。兄弟们保重，暂时不报场。罗真，你怕死吗？不怕。做军人怎么不怕死？我真的很羡慕你。我现在很怕。当时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一个人躺在一条阴暗的小巷子，感觉生命在流逝，很多往事在浮现。不要声张，送我去医院。我走。你给我记住，如果我以后发病，再敢讲一句胡话，我了解了。为什么回来？你发病，我帮你补枪；你死了，我替你收尸。面对黑暗所有的波动，也要为我们自己感动。既然能一往恒长，这个我们值得被歌颂。纵然前方的路太朦胧，我们不怕也要走得从容。仍当在我们信奉的途中，和朋友一起去相拥，是梦想的光荣。吴专员，这是4科电讯股原编制人员和行营电讯设备的清单。坐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去我们家安部电话，一定要确保线路是独立的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专员，我是施应山，电话里面不方便说，我已经派人把信给你送过去了，看看。我知道了，报告。把信送进来，让送信的人回去。是。云区处长明鉴，因前2番追捕行动皆因泄密失稳，
为保险起见，恳请由八办拟定追捕行动，并立即付出执行。我办派罗子春、周永汉、郝连柱、刘维4人协助行动。吴仲明手术。真是树倒猢狲散啊！这才2个月的功夫，这个楼层一大半全归了破反专属了。不行就给科长换个办公室吧，省得他天天看着读信。队长，队长，科长，吴忠明把他的司机弄出来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他把一个有命案的手下放出来了，还任由他在行营出入，就凭这点儿，咱们就能扳倒他？扳倒他？按照你这个逻辑，你现在都被他搬成不倒翁了吧？他那个司机其实是刘天章的人，他都能收服他。还有石英山，这个人我礼贤下士下3次，他都没动过心，可见武仲明收服人心的能力有多强。我劝你，还是听总裁的那句话吧，戒急用忍。你对武仲明太过容忍了。我容忍他抬举，是为了抗战大业和党国基业，我问心无愧。可现在此消彼长，他强我弱。要是万一他再翻出咱们那本旧账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实话实说呗。大哥，您带我来西安整整2年了，咱坚守4科这份基业不容易，行，2个月就坐收渔翁之利，凭什么？您对他了解吗？您知道他心机有多深吗？自从您建议他当行动组组长的那一刻起，您就已经拱手把机会让给他了。咱能有多少机会啊？您再给他机会，咱们往死里踩。其实我心里有数。他现在没有接管4科，都是我在蒋主任面前努力争取的结果。其实我已经在踩他，甚至不惜说他有公共性。虽然连我不信，我也知道他能力比我强，但我就是不愿意把你交到他手上，因为我不相信人心的容量可以大到化干戈为玉帛，特别是你跟他结的缘太深了。如果换做我是武仲明，一定弄死你。大哥，我错怪你了。其实我们也有错。这2年在西安城顶着军统的头衔，为所欲为，现在该是我们自省的时候了。报告。你报的哪门子告啊？你不都是破反专属的人了吗？是武专员让我来的，他说这样交接不行，得请科长您亲自去一趟。他疯了吗？他以为他是谁？丁谷，他说也请您一起去。传说这个钟楼下面压了一条孽龙，当年观音菩萨用净瓶将其收服，净瓶化作了金鼎。清末民初，洋人想把它抢走，被西安的百姓用生命护住。这么传奇的一个金鼎啊，竟然失落在军阀混战中。西安的百姓为了安慰自己，就说观音菩萨不愿意看到人间纷乱，将其收走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其实我们心中都住着一条孽龙，也有自己的经历。所谓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我明白了，
不过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天堂地狱的概念吧？你也说了，我们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也不相信什么因果。我们手上都有很多枪下之鬼。照你这么一说，我们岂不是都得下地狱？丁一，如果当初我做了你的枪下之鬼，你能活到今天吗？以我的脾气，在你第一次想杀我的时候，你就活不成了。我给了你第二次杀我的机会，可是你又错过了。你很清楚，我是一个连自己亲大哥都能杀的人，在你面前，为什么变得那么善良？那是因为你们徐科长答应了我一个承诺，我不想因为你的原因打破了这个承诺。你们徐科长是个重感情的人，他跟我说过你们是过命的兄弟，所以我不想断他手足，不想让他有足够的理由来拒绝我的承诺。丁一，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杀我的机会，如果你不杀我，那么你们的徐科长就要履行对我的承诺。你们两个现在商量一下，有了决定再告诉我。怎么只有你们俩？武专员怎么没？消息是我打探出来的，自然也由我来负责带路。至于武仲明嘛，您得问他。这是武专员给您的亲笔信。这信中没有提到你。没有我？怎么可能会没有我呢？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们能找到洪老五吗？丁一，告诉他，洪老五为什么去他家。科长，说。武专员，洪老五去你家，是想向你解释。解释不成，绑架孩子。天底下怎么会有人把自己越描越黑呢？的确是我命令洪老五去你家找你解释的。至于他用什么方法解释，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吧。徐觉，如果你遇上一个人，他和你称兄道弟，甚至跟你歃血为盟，却纵容他的手下一再要取你的性命，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交吗？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话？兄弟之间，贵在交心。我对你是一直退让，只求你放我一马。无论我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党国利益，绝不是私人恩怨。而你呢？明明知道我的处境，却苦苦相逼，一直在要挟我。这就是你所说的兄弟情吗？你承认了，宣霞府是你下令洪老五去抓的。告诉我，宣霞府还活着吗？只有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。现在八班已经去抓洪老五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们引到这儿来，是让八班去抓洪老五？你的反应也太激动了。你混蛋！知道为什么你侄子能活到今天吗？是我用军统的伟人状换的。洪老五现在是我军统的人，他帮我干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从来没理过他。我这么做是为了给你们武家留个后代，我给他这么大一个好处，这就是你对我的方式，要挟我，逼我。你不认识吧？好啊，别怪我无义。你想死啊？那我成全你啊！好事做到底。我这里有颗子弹，请你帮我打出来。
下手啊！下手啊！我知道你下不了手。你耍无赖是吧？好，我犯贱，我留你在我身边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你干掉我，我可以死在你手里。来，干掉我！开枪啊！开枪！来呀！开枪啊！坏了，小心有走漏了。吴爷，这事情你要想好，现在国共两党正在合作期，咱们现在去抓一个中共的中将，会不会有啥麻烦？啊！吴言，吴言，吴言，我们大过来了，兄弟们都死光了，咱赶紧跑吧！跑哪儿去啊？来不及了。咱们仨有为人桩吧？为人桩，没用的，他们这次就是来要咱们命的。
五爷在里面吗？我是西安中统主任刘天章，是来救你的。哦，刘长官，进来吧。放心，不打你黑枪。这个是你们给我的委任状，我是你们国军的少尉。不许开枪！你说完了？你们先出去，我有话要问刘典章。快！不去。徐贤夫在哪儿？他有没有死？说，他在哪儿？是不是死了？尸体在哪儿？说，尸体在哪儿？景，是景吗？景在哪儿？景在哪儿？快说！说，景在哪儿？快，全体搜警，走！快！把他给放，把他拘了。
他接了个电话，又写了2封信，叫罗子春送走了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出来。我查过了，电话是从警察局打的，肯定是石英山的高回。我还不知道是石英山吗？整个西安城除了他，还有谁能找到洪老五吗？我想知道的是谁给刘天章通风报信的。是你泄露给刘天章的。我？对，一份情报2家送，洪老五被刘天章灭口，刘天章又被抓了，这个结果是你最想看到的。不是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我承认，刘天章被抓了，我比谁都高兴。但是，他突然来那么一手，吴专员，想必你都想不到吧？我又怎么可能会想得到呢？我现在只能说，不是我泄露给他的，一定另有其人。你还信不信？你看我干什么？处长不是我啊，我这好不容易才回来的，你可不能怀疑我。行了，我相信都不是你们，你们都先出去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那个什么，我这就算是报到了啊。今天这么一出，我算是把中统和军统都给开罪了。反正你要对我负责任。还有，我还带着我那2个兄弟一起入伙。反正你这里缺人手是吧？云山，你是不是跟我说过，中统在警察局发展情报人员？那你的手下兄弟们会不会有他们的人？不会。我在做探长的时候，这2个兄弟就已经跟着我了，别不会。人心难测，你要调到破犯专署的事情，警察局人人皆知。如果大家认定他是继任者，你的权力和威信会被加工。罗子春遇刺，再加上情报外露，我觉得你回去应该好好检查检查。你先出去吧。大哥，他们已经开始搜警了，而且是动员老百姓搜，怎么办？你真不知道是哪口井吗？我真不知道。洪老五就说扔到一口枯井了，我当时也是怕麻烦，就忘了问了。要不然，咱们也跟着搜吧，先他们一步，找到人再说。不行，你现在的一举一动，就算武仲明看不见，8办也会把你盯得死死的，绝不能轻举妄动。可是万一他们把人捞上来怎么办？捞上来又怎么样啊？洪老五都死了，你怕什么？大哥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。师爷，您找我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跟你打听点事情。师爷，都是侯队干的，不关我什么事。江秋和宝哥都去哪儿了？他们
他们都跟侯队走了。跟侯队走了？都他妈去哪了？哎，你被放出来了，来不及解释，刘主任让我告诉你，赶快躲起来。哎，我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你报的信儿，现在连刘主任都被抓起来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刘主任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，武忠明奈何不了他。你要是害怕，就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。你老说躲一躲躲一躲，我就算是躲到乡下，我也得需要盘缠啊！我这还有一家老小。再说了，上次那次行动失败了之后，我那兄弟我还到现在没领到抚恤金呢。就算我给你的奖金这么快就花完了，还有军统的奖金呢。什么意思？别他娘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是此案主人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侯文选，我有印象。你第一次提这个人，就是发现林组长失踪的时候。如果他真的被中统发展了，那罗子春的案子一定是他干的。他平时呢，倒是喜欢收买人心，有点小野心。虽然我一直提防他，但说心里真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小道的竟然搞出这么大个事！这是个教训，让我们不能轻视身边的每一个人。马上把他找出来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人是新的突破口。我明白，就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挖出来。等一下。宁山，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。洪老五3次逃脱，3次都被你找到了。如果没有你，案子查不到今天。如果没有你，也没有我石映山的今天。跟着你干，很痛快。你心里有把火，小心别被他烧了。你连命都不要，查到了今天，我就不相信你的心里面没有火。你算是提醒我了。你身边有中统的人，再加上你心中这把火，刘天章关你，我不放心。所以，我必须派几个人过去守着。另外，你不在警察局不方便，所以你必须回去当副局长。不行，你身边就那么几个人，全派出去了，你的安全谁来保护？我可不是吓唬你。今天所有人都看见丁一的那把枪，可直接瞄着你。你离军统那么近，还有杀红了眼，再把你也填到那口井里，那可真就随了白牡丹的愿。那我们互换，你派几个警察过来，给我壮壮胆，这样行了吧？就这么定了。吴专员，哟，云处长，石队长，张副处长，好久不见。石队长，今天被我逮到了吧？咱们可以谈谈。好，去会议室。行，你有事你先忙，不用送我。吴专员，坦白的说，如果今天你没到现场，没有从侯福华弟子口中审出那口井，我们很可能怀疑今天的行动
是安排好的一出戏。我已经习惯了。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做，你们用你们的方式去理解。按原计划，你是不到现场的，那你为什么会带死磕的人临时赶了过去？刘天章他怎么会在现场？他为什么要杀了洪老五和他的弟子？是想灭口吗？还有审他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可以旁听？本来我以为这个案子今天就能了解，但是没想到功亏一篑，各种原因，我们专属会自我检查，等查案落定了，一定会向贵办汇报。这个答案，云处长你还满意吗？那我们就分头行动，你们抓紧时间搜集，我们抓紧时间审讯。武专员的意思是，审讯刘天章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在场。刘天章是中统调查室主任，对他的审讯要按照惯例请示中统局和刑营主任。刘天章已经自身难保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你知道原因吗？知道，因为他是条疯狗。被疯狗咬了，也会得疯狗症。疯狗症又名恐水症，特点怕光、怕水、怕风，后果窒息死亡。感染群体，地球上所有的温血动物。我是冷血动物。这是你给我的定义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知道你这2年里身边一直没有女人，说明你冷血。武仲明，我有个要求。刘天章，你要求审讯的时候蒋主任在场，我已经满足你了，讲讲吧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抓捕洪老五的现场？你为什么不听劝阻，当场击毙他？找到洪老五，因为我有自己的情报来源。打死洪老五，是为我的跟踪组长报仇。追查洪老五2个月了，活捉此人，对案件意义重大。你很清楚，你没有任何权利执行处决，而且还当着中共的面，其中的政治影响不言而喻。就算我破反专属不追究，中共也会追究。刘天章，你还是说实话吧。真要听实话吗？实话就是，我怕你活捉洪老五，然后交给中共。因为你现在维护的不是党国的利益，打死洪老五，我相信不管是蒋主任还是徐科长都不会有意见，只有你狗急跳墙，甚至当众羁押我这个西安中统调查室的主任。说轻了，你这叫公报私仇；说重了，你跟中共穿的是一条裤子。你当众打死身负重案的嫌疑犯在先，我拘捕你在后。如果我不当场拘捕，八办的反弹有多大，蒋主任受到的质疑就有多大，总裁受到的压力就有多大。悬案查到今天，它的重要性和敏感度，不用我强调了。可是打死洪老五的时候，只有我们2个人在场。如果你真的是为了维护党国的利益，你完全可以站在我这边替我开脱，但是你没有，你甚至不惜当着八办的面拼命弄醒洪老五的大弟子，就为了问出宣侠父的下落。现在好了，八办肯定又要在西安城掘地3尺，这一切都拜你一个军委会任命的破反专员所赐。请问你现在维护的到底是哪一方的利益啊？是我党，还是中共？刘天章，你还知道我是军委会任命的破反专员？那请问，这个案子是由我负责的情况下，是谁给你的权利越过、自作主张，维护你心目中的党国利益？
是主任，找到洪老五，格杀勿论。是我自己的判断，因为我不相信你，我一直认定你是潜伏在我们中间的中共分子。你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对你的怀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吴仲明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魏德林为什么会扮成一个说书人潜伏在茶馆里2年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要我说的话，为了你。魏德林不是一个普通的主管，他是中共特科的高级情报人员。这么一个大人物潜伏在茶馆里面，甘心做一个说书先生，难道就为了策反一个抱恙在家的前党调处特工吗？这根本说不过去。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，你也是中共，而且你的级别比他更高。魏德林只不过是你的耳目和跑腿的。用你们的话来说，这叫交通员。就是说，我打死了我的交通员。你打死他？未必。事后我们解剖了魏德林的尸体，在他的口腔和食道里面发现了氰化钾，而毒药的来源就在他的一颗假牙里。有不畏死的决心，又有足以致死的毒药，那他为什么还要在我的审讯之下挤牙膏一般的招供呢？因为他是假招供，真保护，而保护的人就是你，仲明。这一切应该是你们事先策划好的。吴仲明，有这样的事吗？你解释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开枪的过程，不止一个人看到，而且死在我枪下的中共，不止1、2个。对，还有你的亲哥哥武伯英，你最引以为傲的弑兄报国，这件事情才是更加的蹊跷呢。当时我们党调处的大队人马已经把地下室围得水泄不通，武伯英插翅难逃，他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被俘，要么身死。武伯英可是条大鱼，如果能够让我活捉到的话，我一定能从他的嘴里面问出很多新鲜的事情来。显然，他不打算被俘，所以你们兄弟俩联手在地下室里面上演了一出戏。为了保护你的身份，也为了不被我们活捉，他冲自己开了一枪。等我们大队人马赶进去，人已经……这个时候是自杀还是你打死的？死无对证呀，一切都是你说了算呀。你想象力很丰富。如果我是导演，你就是编剧。刘天章，回到正题上来。主任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今天请允许我把我所有的怀疑和盘托出。再说说你的嫂子沈兰吧。吴仲明，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特工了，虽然受过伤，但是不至于丧失战斗能力。可是你却2次受制于一个毫无战斗能力的技术型8路旅特工。第一次是在行营的会议室，你当时手里有枪，我不信你的枪快不过沈兰。第2次在基地内是我们有人共读啊，你在为沈兰的死而感到愤怒，你恨不得死的是你自己，我说的对吗？我欠他。轰炸之后，我检查了关押沈兰的房间，看守不是被炸死的，是被3枪打死的。沈兰当时那么虚弱，又被绑在那里，我不信是他抢枪杀人，是你，武仲明。你杀了看守，带着沈兰逃跑，然后逃跑的意图败露了。于是，2年前地下室里面的那一幕又重演了。沈兰假意挟持你，其实是豁出去自己，助你脱身。
刘天章，你想太多了吧？3个中共特工的死，都是为了掩护他一个人，这听起来也太荒唐了吧？他有多大的价值啊？值得他们前赴后继的死？徐科长，如果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为了保护一个最高级别的特工，没错，武仲明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工。他比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一个中共都要危险。为了保护这样一个特工，中共完全有可能让那些级别低的特工前赴后继，争相赴死。刘天章，你还知道你自己今天的身份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一名国民党人，我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安调查统计室主任刘天章。那你又知道你的身份？你敢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吗，武仲明？今天不是对我的审判，而是对你的审判。我等这一天真的等了很久。试问，一个抱恙在家的前党调处特工突然出山查宣案，这背后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？他又是怎么同时得到我党和中共的信任？在他出山以后，为什么老魏呀、石梦呀这些中共的大鱼小鱼纷纷跳出水面？还有，我的情报人员郝连秀是怎么暴露的？如果只有1点2点可疑，我不会得出今天这样的结论。可是现在，所有的证据、所有的矛头全都指向于武仲明。你不是特工，也不是亲狗，你就是一个中共。我们之间多少梦不能圆，手牵心连，多少苦我当成甜。刚触碰你，我却无法再继续向前。别说抱歉，别哭花了那美丽的脸。爱这份爱纠缠心间，情这段情手足相连。风如果有思念，千里万里带我把你眷恋。雨如果有纪念，替我丝丝落入你的心田。风如果有思念，千里万里带我把你眷恋。雨如果有纪念，替我丝丝落入你的风吹过，追逐你的脸在我面前，最后一面，竟无法再相见。风吹过，追逐你的脸在我面前，记得诺言，给我一个艳阳天。思念，千里万里带我把你眷恋。雨如果有纪念，替我丝丝落入你的心田。风如果有思念，千里万里带我把你眷恋。雨如果有纪念，替我丝丝落入你的心田。